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来说策划直通车了。但是现在的策划直通车是没有写什么时候的了，因为在以往他们都会写上这个是第几个月的，但是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写。我不懂他们是已经变得比较懒散了已经没有把那个时间全部整理在一起了。各位也可以发现到他们做那个策划直通车的频率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我相信之后更新的频率应该会降低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反馈，希望对于 KVK 玩法进行调整，后续可以优化类似像埃及之战报名规则，锁定报名名单，在名单之内的玩家进入失落之地，不在名单内无法进入。终于看到官方选择类似的问题了，之前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官方都是避而不谈，或许是因为最近出现了多线报名的原因啊，所以他们很愿意答这个问题了。策划答复目前正在做灰度测试，考虑到 KVK 对玩家来说是重要的游戏内容，他们会进行多轮灰度测试，并根据测试情况和玩家的反馈进行功能优化。具体正式上线时间确定后会及时跟玩家同步。那这样看来，以后用名单报名 KVK 是真的有希望了，因为现在只有先锋王国而已。不过最近这几天大家也知道93跟960在报名着这个多线的 KVK， 那或许大多数的观众都是旁观者，不知道里面实际的情况。讲真的，其实管理层头要爆炸了。那我觉得如果你的王国是比较小的话，或许没有这么大的问题。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说报名多线路线，你报名了第一条路线，但是你的小号可能不在路线之内，或者是在其他的路线，当正式开始匹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运送资源了，因为你的小号根本没有办法加入该联盟。至于先锋王国会头痛，是因为他们连小号都要做记录。就举个例子，像960的王国，它能够打仗的玩家就大概200个人左右，但是活跃玩家有3000多个人，就等于说剩下的3100多个人呢，他们全部都要做记录。也就是说，虽然打 KVK 算是比较公平了，但是后续的工作呢会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复杂，加重了管理层的工作。不过之前公告就已经说了，这一次的多路线报名是先锋体验版，所以肯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现在的玩家反馈给他们知道的，简称来说就是白老鼠。或许官方之后会改进报名的方式，就像这一次策划的答复，他们需要多次的测试。第二个反馈是要求驻防统帅离开据点的时候，可以选择不要再跳出通知。这个问题在前阵子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他们将会在 1.0.78 版本更新，所以跳过这个问题，直接到第三题。第三个反馈，哇，我没有想到官方终于选择这个问题来回答了你们还记得前几天我有做过一个影片吗？希望万国觉醒在未来会改进的部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类似。不过这里玩家的反馈是希望在右侧统帅下方可以显示怒气值数字，就跟我之前提出那个是差不多的，但是数据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看得比较清楚啊，感觉会很小个。不过不管是怒气条还是数字，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我们能够看到就可以了。策划答复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提升战略和战术层级操作的便利性，他们目前也在考虑更直观的怒气值显示，相关的方案还在讨论中，我们争取尽快带给执政官更加便利的战斗体验。OK， 虽然这边策划没有明确说出之后到底会不会更改增加这个东西上去，但至少这个问题是已经传达到他们耳中了。这个就是我之前所讲的，不管他们会不会改都好，但是我们要把问题传达给他们，而且他们也不是直接拒绝，而是会考虑要怎样去提升。所以我是真的很期待未来在右边的统帅栏那边可以直接让我们看到怒气值到底有多少。那当然的，只是增加怒气值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毕竟你们也知道我之前有讲过，只能看到3个统帅而已，如果你是用平板或者是手机的话，也就是说就算是增加了，你也只能看到3个统帅的怒气而已。所以我觉得统帅栏也是必须要改进，就像我之前的提议那样子，要么你的手机变成2排，不然就是你的平板变成全部气队都可以看到，否则就算是让我们看到了怒气值，也不能让我们看全部队伍的话，也没有多大的影响。第4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更多征服赛季装备图纸的获取管道。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之前的公告就已经有提到了，不过这边策划有回答的比较完整一点。虽然他们不会考虑在其他的渠道可以获得征服赛季装备图纸，但是在3月5日之后新开启的失落之地商店将会增加图纸可以获得的数量变成2次，同时征服币数量也是增加的3个，可以让玩家更快的获得更多的征服赛季图纸。那因为这个之前也是发过公告，所以大家都是了解了，只是没有准确的时间，还有会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可以获得图纸而已。所以我们直接跳到第5个问题，这次传奇模式的赛罗利难度也太高了
灵魂锁链加沉默新 BOSS 的设计难度也比较高，建议后续灵魂锁链生效期间，可以在统帅状态下边展示 buff 图示。那确实我玩的时候是真的很难看到那个 debuff 出现了。因为我们在打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会比较混乱一点尤其是我们打新的 boss， 其他的小怪头上都会有标志，变成你会忽略掉自己头上面出现一个火的标志，越迟发现就变成你的血掉得越快。不过策划答复他们只是会调整灵魂锁链的显示效果而已，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不过我看到其实有不少的玩家都是反馈说新的 boss 应该要移除掉什么之类的。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们只是不适应而已，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学习怎样去打新的 boss。等你们习惯之后，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第6个反馈，建议互动统帅出现组成增加设置选择屏蔽，每次都会不小心点到，很影响操作。老实说，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是有中招。这里所指的就是这个统帅，其实有时候就算你是把对话给点掉了，只要那位统帅还在附近，你不小心点到的话，依然还是会跳出来。我试过好几次都是不小心点到。策划答复虽然他们不考虑直接屏蔽掉互动统帅，但是会在后续的版本中规划好互动统帅的活动区域，让互动统帅远离招兵，医院区域减少，避免大家在城内正常操作的时候不小心点到他们。所以这个也是微小的调整而已啦。接下来第7个反馈，这个反馈所写的东西跟第1个反馈是完全相反的。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以为官方搞乌龙了，他们把第1跟第7个问题选择一样的。这里的反馈是说到希望可以推出新的埃及地图，还有埃及之战可以采取 KVK 报名方式，选择地图然后进行报名，保持原有的埃及玩法。新埃及地图可以推出一个创意比赛。其实这里玩家反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 KVK 不是可以多线报名了吗？其实我们在一个联盟里面有150多个玩家，严格来说也是可以做多路线埃及之战报名的，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一直要切换联盟跑去其他的联盟报名埃及之战。我个人觉得这个想法其实还是不错的。至于新的模式，我觉得暂时还不需要吧，暂时而已啦，不代表之后不用研发啦。因为我发现到有一些玩家其实还是不太习惯沙尘暴的模式。策划答复他们目前没有做不同埃及之战地图的设计，但是他们会保持埃及之战游戏内容的更新频率。那对我而言，他这里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其实到底要不要做多路线报名呢？你可以说要或者是不要就可以了。这一题的回答显得比较敷衍一点。第8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建议组成皮肤能增加城市内的环境效果，比如冰雪的皮肤内可以下雪，不同的皮肤可以有不同城市内部的展示效果。策划答复确实是非常有创意的建议，后续设计会考虑加入这个创意。执政官们有其他的创意想法，也可以随时与他们分享。老实说，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同意这个东西，因为以我个人的角度去想，如果你在城市内又搞这些东西的话，应该会比较复杂一点，也比较麻烦。不过我个人觉得其实并不是很必要啦，就像那个城市皮肤幻化那样子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漂亮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不过还是有些玩家喜欢这部分的东西啦，所以就跟各位讲一下官方他们是有在考虑了，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将会更新城市内的环境变化了。以上就是策划直通车的所有内容，虽然这一次选择的问题有一些是已经更新了，或者是在更新的路上，至少有一些重点问题是我们玩家想要知道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不过我还是希望官方之后他们选择的一些问题是比较有实际性一点的，已经发过公告通知或者是已经更新的话就不要再选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